辣椒油、花椒油、香油等调味油可以帮助烹饪的食材迅速的提香提味儿。比起市场上出售的调味油，我个人更喜欢自己亲自调制的油，出来的味道不仅天然，而且更香醇、更独特。先说辣椒油的熬制，这个辣椒要选择辣味比较中性的，但是香气十足的辣椒，比如2荆条辣椒。熬制辣椒油，油温的控制非常重要。油温不同，与辣椒粉接触后出来的辣味、香味各不同，色泽也不同。辣椒粉中加入一些适量的白芝麻，这样熬制出来的辣椒油才会更有醇香之气。熬葱油开始的油温要低，时间要长，以金葱或香葱为最佳选择。熬制葱油的关键点呢，一是需要长时间的熬制，二是需要把葱熬到颜色暗黑，因为这是葱的精华之气熬煮到油中的关键点。熬完后，葱可以浸泡在油中，让葱的香气进一步的糅合到油中，让香味更加完美。葱油拌面、葱烤海参就是葱油的经典菜肴，其特点就是只闻葱香不见葱。中国北方一些地区常常称芝麻油为香油，我这里自己熬出来的香油呢，不是芝麻油，而是用干葱头或洋葱、青葱等香气浓郁的素菜，经过较长时间的熬制出来的香油，因香气浓郁，所以被称为香油，也是厨房中独有的一种百搭油。熬制香油也是要从低油温开始，经过长时间的熬制，食材在油中要熬到枯而不是焦，才能把食材的味道完全熬出来。熬完后，食材在油中再浸泡2至3天，让食材的味道完全渗入到油中。相比葱油，香油的口感会更有层次和回味，里面加入的素菜降低了葱的腥味，但更柔和香醇。香油最后闻上去奇香扑鼻，放入食物中立即提香。川菜上滋味好辛香，所以在佐料的使用上就非常的讲究。花椒在其中的作用功不可没。花椒香气特殊，味辛而麻，熬出的油具有麻辣辟邪、提味降辛的作用。大红袍花椒果粒大，色泽鲜艳，香气浓郁，但麻味后劲都比较和缓，用来制作花椒油非常合适。自己熬的油在食用上更安全、更放心，也可以按照个人的口感来调节烹饪方法。只要保存得当，不接触阳光，可以放置很长的一段时间。